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结婚8年，虽然我们都不是彼此的第一段婚姻，但跟你在一起，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甜蜜。到头来，你竟然还思念着你的前妻。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妻子。我们已经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怎么好像永远都不相信我？你真的在乎我吗？为别人考虑，对别人慷慨，面对我跟孩子却总是沉默。这是你和我的家，不是吗？你总是很忙，每天宁愿对着屏幕讲话，也不愿意对着我。你真的重视这个家庭吗？停下来吧，看看我和孩子。孩子跟我陌生了，我只想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幸福，难道也是我的错吗？过去的早已经过去了，我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好好过，请你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白先生33岁，来自天津个体；女嘉宾戚女士31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33岁，对，33，再婚，再婚，第一段婚姻有1儿1女，对，已经离婚挺长时间了。哦，2孩子，您也是？对，在第一段婚姻里有孩子吗？没有，没有。你们俩之间有孩子吗？有一个，有一个，多大了6岁。今天是您想来的是吧？对，来这儿干嘛呢？就是我老公他这个前妻，现在总是缠着我老公，现在把我们家搅得已经快散了。他也没缠着我，怎么说？他就是我老婆说感觉他缠着我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缠着我。哦，我们2个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说实话已经没啥感情了。那只不过就是，也是初中同学嘛，然后离得也不算太远，可能见面的机会会稍微多一点。真的没有啥，我前妻总是缠着我这一说，没有的事儿。所以你怎么会感觉他前妻缠着他呢？就是我老公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不是有2个孩子吗？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当时这个女孩是归他前妻的，然后这个男孩呢是跟着我老公。你说按理说2个人既然已经离婚了，2个孩子也是1人1个，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啊。那2个孩子1人1个，那谁都不给谁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老公他给他前妻每个月还有1000块钱的这个抚养费，但是他前妻不给他。那当时我们2个本身，我跟我前妻以前也就一直经营着这个店儿，经营着一个小店儿嘛。前几年不那个直播刚火起来嘛，火起来他总是玩直播，然后也是不顾家，总吵架，然后店儿里他也不顾，然后离婚的。基本上他就属于净身出户嘛，然后他啥也没要，因为我们2个一起干起来的那个店儿，然后到最后他啥也没要，然后他带了一个孩子走了。我有固定收入，还有这个店儿呢，是不是？那我每个月给他1000块钱，这也很正常。我讲，反正是给孩子的钱，对呀，对吧？给闺女的钱。那不管是给他的还是给孩子的，最起码这店儿也是我们2个做下来的嘛。行，这1000就不说了，那哪有后来又莫名其妙要涨价的？现在又要求让我老公1个月给他涨1000，也就是1个月还得给他2000块钱。那1000块钱呀，也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说的吧？那也不是说给我前妻的，那是我闺女，也10多岁了，也懂事儿，也知道臭美了啊，也有点想买的东西。而且我前妻现在也没有结婚，然后生活条件也不是挺好的。哦。然后我也不想让我闺女那么生活比较有负担嘛。然后我那钱是给孩子的，想让孩子更宽裕一点儿。我在意的不是说1个月给1000还是给2000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他这个态度。
我跟他才是夫妻，我们俩是合法的领证的。你1个月多给1000块钱，你为啥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把我当什么？我在你心里边就一点地位都没有吗？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吗？如果不是说我偷偷看他手机看见了，你还想瞒我多长时间？瞒1年？瞒10年？还是瞒一辈子？我要跟你说，你能同意得了吗？你肯定不同意，而且你回来还得跟我大吵大叫。你明知道给了以后我会生气，那你最后还是给了，是不是说明我在你心里边根本就不重要？这根本跟你重要根本都没关系，你知道吗？你给他那边1个月给2000，咱们这边也2个孩子呢，1个月给我4000。他工资归谁管啊？我俩的工资基本上就是自己管自己的嘛。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家里边这些开销都是我在承担。我每次我找他要钱的时候啊，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三阻四的，要3、4次才能给我1次，每次还得问我上次给你那么多钱你都花哪儿了？那你前妻找你要的时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个月要涨1000块钱，你是不是立马就答应了？你前妻在你这儿说话就这么好使呢？他的话是圣旨，我的话就是废纸。你每个月挣的工资交不交给老婆过日子？这个东西也没说啥工资不工资，因为我弄个小店嘛，也没有那么清楚的账。因为有的时候你每个月给不给他钱？没有说按时给他钱的这。那就是说不是固定给人钱呗？对呀，但是家里那孩子上学呀、上辅导班啊，然后买点就是贵重点东西啥的。所以你们夫妻之间的账目是个怎么个情况啊？没有账目，哪有啥账目？没账。家里面的生活费你也出。对呀，孩子上学的钱都是你花，但是你没有固定给他交过钱。对。他问你要钱就给他。啊，有时候给。是不是这样？不给。我问他要，不一定给。那你自己挣钱吗？我自己现在也挣。他那钱都不知道咋瞎花的，没事天天的网购，有时候那快递箱子就门口能堆一堆纸箱。我那叫瞎花吗？没用的都没有用那东西。我那叫瞎花吗？我买点东西怎么了？我不也是为家里边添东西吗？那你前妻找你要1个月多交1000块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些话呢？所以其实说白了是你们的经济不透明，对吧？你挣多少钱他不知道，是吧？他挣多少钱你也不知道，是还是不是？差不多吧。还有一个就是，他前妻自打跟他离婚以后吧，已经又找了2个了。他第1次再婚的时候不到半年又离婚了，但是他前妻第2次再婚的时候，按理来说这是他的第3段婚姻了，你自己应该特别慎重，你才去结婚，对不对？但是他第3段婚姻又是不到半年又离婚了。不是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对呀，这事儿天天跟我说这个。不是你可别说话了，哎呦，你长点心吧你。你说这干嘛呀？我说是个外人，你说这行吗？确实，他跟我也这么说呀。那跟咱没关系。关键是他前妻2次再婚又离婚以后，又开始盯上我老公了。他现在是觉得我老公又好了，又想回心转意了。以前你们2个多长时间联系1次，多长时间见1次面？现在呢，恨不得1个月能见上8回。那他现在没老公了，他没事他想多看看孩子来，那是看孩子来，跟我根本都没关系，他又不是来看我。他看孩子，你把孩子给他送过去，你把孩子给他送过去你就走啊，你为什么又留在那儿呢？那不还有个我女儿呢，我也看看她呀。我看不是孩子想看亲妈吧，是你想看孩子亲妈。他前妻只要一给他打电话，他就又是刮胡子又是换衣服的，巴巴的就跑过去了。你跟我咋没有这个劲儿呢？我是干餐饮的，天天在厨房。你说我一身油，我出趟门我穿着围裙啊，满身油我都去吗？那不可能啊！我出去那我孩子也丢脸，是不是？那你们一家4口团团圆圆的待上1天半年的，又叫什么事儿啊？哪来的一家4口啊？你们快成一家4口了。老大是儿子还是闺女？老大是闺女。老2是儿子。对。儿子多大呀？儿子10岁。儿子10岁，儿子10岁，那很小就跟着您喽？对。应该跟你很亲，对吧？以前很亲。啥时候开始不亲了？我的妈呀！自打他亲妈找回来以后。有多久啊？得有3、4个月了。哦，这个以前其实没什么联系，是吧？就这3、4个月，亲妈出现了，是吧？对，以前吧，虽然说我是一个后妈，但是我也是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的。以前他对我也是特别亲，特别黏着我。虽然说不喊我妈妈，但也是阿姨长阿姨短的跟着我。自打他亲妈回来以后吧，每次从他亲妈那儿回来以后，对着我就是大发脾气。我让他干啥他就偏不干，我让他吃饭他就偏不吃，让他写作业就偏不写。上次你知道从他亲妈那儿回来跟我说什么吗？
他跟我说，啊，我妈说了，你是后妈，你不会对我好的，我有自己的亲妈，我不要你这个后妈。哎呦，这好伤人哦10岁的孩子，他自己如果没人教的话，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那我不知道。你前期教孩子，子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那还是你对孩子没有那么好。你要对他好点儿，他至于天天去找他亲妈吗？那我你说怎么对他不好了？正好他妈来这近3、4个月，不知道家的啥工作，天天孩子一放学他就玩手机，周6日他也玩手机，根本都不出门啊。孩子想出去玩去，那下雪想滑个雪去，那不可能，根本不去。我那是玩手机吗？我那是工作，我在赚钱。啥工作呀？也算是个兼职，因为我这个情况，家里边有孩子嘛，我没法离开家。我那个兼职就是做那个主播的线上助理，主播开播的时候，我帮他管理一下这个直播间。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可以随便是吧？那孩子放学之后你多陪陪孩子。那我赚别人的钱，人家给我发工资，人家几点开播，那是我说了算吗？所以你会觉得这3个月他对你儿子就慢待了，是吧？对呀、那回来那我孩子找不了他去玩呀，那肯定更想找他亲妈去啊。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还有他们一家4口每次团聚的时候，你说不光吃饭，还去看电影，你们2个大人，你还搞那个小情侣玩浪漫呢，干嘛呢？那不孩子想去看电影吗？又不是我们想去看电影。每次都拿孩子当挡箭牌。那孩子想去，我能不去吗？你要是周6日带他看电影去，他能找他亲妈去吗？孩子这么大了，那还是跟你待的时间长。我好奇的问一句啊，有这时间去跟前妻看电影，为啥没有时间陪着老婆和？他忙啊，他周6日孩子放学，周6日他最忙了，他挣那几毛钱，你说他也不缺那点钱花吧？我怎么没有时间呀？一到周6，你前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打过来以后你立马就走了。我周6、周日白天我也是有时间的，我也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你已经带着你的儿子，你前妻带着他的女儿，你们一家4口团聚去了，就把我忘在那个角落里了。就是因为你想多赚那几毛钱，你那点钱不够花吗？你说啊，你平时不也就在家也就买点水果啥的吗？大钱你也花不着。你要是把家里边的钱交给我保管，我至于再去干这个兼职吗？你别跟我提水果，一提水果我更来气。主持人，就过年大年初2该回娘家的时候，女婿回丈母娘家，正常。结果他呢，一大早上又买水果，又买点心，又买烟，又买酒的，带着孩子去了他前丈母娘家。这是为啥呀？我就想问问，你是谁家的女婿？那你说，哎，那孩子大年初2想去他亲妈亲姥姥家那儿，而且不远，我那是初中同学，不远，你知道吗？我大早上带着孩子上他亲妈那儿，我不得拿点东西吗？空手去好像不合适吧？再说我也没在那儿待着，我到那儿把孩子送那儿去，然后回来我不就去你这儿吃饭了吗？是，到我家的时候，我们饭已经吃一半了。行，听明白了。所以你今天来想干嘛？毕竟咱俩也过这么多年了，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想着，让我老公跟他前妻就是以后尽量别再联系，也别再见面。哎呀，那都不可能，你知道吗？你说这么远儿，而且还有孩子呢，我不可能一点不见面是不？那都说的太极端了，那都我问你几个问题都不正常啊！你说，我觉得你肯定不会复婚，是还是不是？对呀，我肯定不复婚呀。你对你现在的妻子还有感情吗？有啊。确定吗？确定。第3个问题是，肯定不想复婚，对妻子又有感情，为什么他那么抱怨你？你想过吗？女的呀，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根本都没有的事儿自己构想，你知道吗？自己特别会构想，根本都没有的事儿，有时候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第4个问题是，在这么抱怨的前提下，你还振振有词，你觉得你的问题出在哪儿了？第5个问题是，结婚8年，夫妻双方不知道彼此的收入，你觉得正常吗？这有啥不正常的？我都不知道我的收，我都不知道我的收入是多少。那是你的问题，但是他是有要求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前妻回来这3、4个月，家里面会弄成了这样？你作为一个家里的男主人，没有责任吗？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你不能以这种生硬的态度去指责他。我也没啥责任，我觉着。你说我哪做错了？他这个状态就是你做错了。我关键只知道他一个状态，我做错了。对呀，具体哪错了？怎么了呢？不知道啊。具体处错呀，人家说的很对啊，把儿子送回前丈母娘家就应该走啊。
避嫌呀？明明知道妻子对这个别扭，为什么还在一起看电影？你可以亏欠，你觉得我亏欠姑娘了，我去陪她，这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拿这个当借口，还没错呢，怎么叫错了？那我就问你，如果那个儿子是他带来的，养了6年，突然他前夫来了，天天这儿子见前夫，看你横挑鼻子竖挑眼，你心里舒服吗？我就问你舒不舒服？我要多陪陪孩子，也不都没事了吗？我现在就问你啊，怎么没多陪啊？不就3、4个月没陪吗？过去没陪吗？这3、4个月，那我的真心都喂了狗啦。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不懂事儿吗？6年和3、4个月怎么比？当然我们知道血脉压制，血亲在那儿呢，没办法。但是你要这么说他，你说不是你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那孩子，我是讲理的，我咋不讲理啊？你讲什么理了？你给人4000块钱1个月，人家可以不干那个了呀，没问题啊。你没有给他足够的东西吗？我提那几个问题，你好好琢磨琢磨，看看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请老师们帮你们梳理一下，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宏兄，我当然认为，你不存在着对前妻念念不忘，也不存在着心中始终装着前妻，但是，他和前妻之间，现在确实出现了一种没有了断的迹象。我也坚信你没有想和前妻复合的念头，但是你敢保证你前妻没有想和你复合的想法吗？你们现在2个人，很显然，您是把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工资是牢牢抓在手里的，在他的心目当中更加失落，这就是一种不信任嘛。女人是有安全感的呀，此刻她是危机重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您需要反思。您现在需要的，如果认定这个男人您还想挣扎努力的话，您要打响2场战，一场是丈夫争夺战，还有一场婚姻保卫战。谢谢。谢谢于老师。来，文老师。大哥，您这是真的是有点就是太没边界感了。真的就是婚姻里面，就是我们且不说婚姻，我们说两性关系里面也是需要边界感的。你不要给对方去释放任何的可能性。他能够现在让您的妻子感觉到了有这么强的威胁性，是因为你释放了可能性。你释放可能性的源头可能是因为你说啊，出于孩子或者怎么样，你为他考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已经曾经离开你的人，正在伤害一个一直陪伴你的人？你这样去算一笔账，你不会觉得特别不划算吗？他对你的孩子做得很好，很到位了，但是你却会利用说是因为我的孩子的想法，我和别人的孩子的想法，然后去做了伤害他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想法，才导致他和你的孩子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呢？你应该是要去帮助他，跟他一起想办法，去解决你们现在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因为你过去的那个家庭已经是过去式了，不要让其他任何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来影响到你们现在这个稳定的支撑，因为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这是现在进行时，不要用过去的错误来惩罚当下的自己或者未来。这是我想说的，谢谢。谢谢文老师。曲总，你是几个孩子的父亲啊？3个。3个孩子父亲，你真是有一笔糊涂账。你现在应该是最需要一个人帮你的，对不对？是。你觉得如果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想让前妻帮你，还是让现在的妻子帮你？你觉得他们俩谁能够帮到你？肯定是想让现在的妻子帮我。哦，当初为什么离婚？就是因为他不顾家嘛，然后那个他去做直播做啥的。你是不是现在发现好像？对他也有这方面的，好像有那方面的，对吧？原因。你有跟他谈过吗？特别反感这个职业。你有跟他谈过吗？谈管什么用啊？谈管什么用？谈完没用，所以怎么样？所以逃避，所以此时把前妻搬出来了。你知道好歹的，
但是现在你解决不了眼前这个矛盾，什么矛盾呢？现在其实也不太关注家了，也在做直播了，因此呢，说好，你这样吧，我就冷落你。正好前妻出来了，我跟他加强沟通，让你慌，让你退步，让你放弃现在的工作，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拜托，这是在逃避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制造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啊！你真是一笔糊涂账。妻子啊，不要去责怪孩子，孩子在父母分离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情愿的一个追随者，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自己的想法，对吧？孩子很简单，但是千万不要忽视矛盾的根源在哪儿，不在孩子，在于他。有一个正当的方式解决你们现在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工作和家庭要顾哪个，对不对？的确，我们现在是不是忽略了家庭每一个成员的感受？好好聊聊吧，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就这样，谢谢曲总，杨老师。我倒觉得这个男生，哎，就是想和前妻有点什么。你倒不是说要和他复婚，就像曲老师说，你心里很清楚，前妻和你现在老婆比起来，过日子一定是他好，照顾家一定是他好，但是你贪啊，你前妻肯定有点什么东西能拿住你的。你也别说当年我们都年轻，所以离婚。当年离婚时候，你的小儿子可是只有1、2岁，这个女人能净身出户离开你，她心大着呢，她心气儿高着呢，她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你的儿子人家带6年，1天没离开过。你心里门儿清谁好谁适合过日子，但你前妻里能够现在给你那点温存也罢，或者假意的关怀也罢，你觉得挺享受的是吧？你断了这个念想吧，那叫镜中花水中月，和你半毛钱没关系，你就是个备胎。你别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把你现在媳妇儿惹急了，人家自己出去带着孩子，我相信他一定能把日子过起来，你到时候什么都落不下。所以清醒一点，把边界感建立清，然后看清楚眼前的情况，自己的饭店挣多少钱，不是说你有没有糊涂账，你必须把它弄成一个清清楚楚的账。你糊涂可以，你是一家之主，是一个在外面挣钱的男人，你不跟妻子汇报啊？我们这个店这月挣多少钱？你要一个人过，随便糊涂去。你有老婆有孩子，你家2孩子他看着，去把账理清了，跟太太每周汇报。这不是你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吗？你还怪他去做直播的工作？妻子，我跟你说一下啊，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你这个老公是个什么人哈？就墙头草，啊，心里又软。他知道你的好，你知道他是这个人，你就要帮他树立边界，把我们这个刚才于老师说的婚姻保卫战，你要把主动权拿在手里，好吗？不能光抱怨，要有实际行动。看电影票你先买好，1家4口的票，对吧？周6跟我看电影，周日去找他亲妈去，明白吗？明白。不要光说，做起来。谢谢。谢谢严老师。老师们的话我们总结起来是4句话，对吧？第1句话，树立边界意识，不要以孩子之名跟前妻交往过密，是密了点吧？最近是接触多了一点。好，不说了。第2句话，为了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和3个孩子，您得把自己饭店的账盘清楚。这就是咱们老说的再婚家庭的核心问题之一，财务透明，做到财务透明，对吧？尽量，对吧？第3，其实也很关键。第3个关键在什么呢？现在的妻子就是意见很大了，你要快速的安抚。具体的招数是什么？老师们都教了，我就不说了。还有一点，该认错的认错。这3个月你确实做得不好，该给妻子道歉的要道歉，好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婆，这几个月，可能我对你确实疏忽了，有时候做的事情没有太在意你的感受。我等咱回家以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和你说清楚。我以后啥事儿也不瞒着你了。咱家的账，如果你爱去对，你就去对吧。
反正我也对不明白。我在意的不是这个账，现在你前妻的所作所为，我感觉他就是在向我宣战，他就是想让我看到他在你那儿有多么重要。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你总是下意识的在维护你的前妻。我跟我前妻真的没事儿。请回吧，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冯红兄，其实卢兆传老师说的，这个丈夫只要明白，他们现在的婚姻危机就是他人为一手打造的，他就明白自己怎么做了。但是两个人今天在这个现场还是会双出的。王老师，出来，出来，对对对，赶紧出来！我觉得他们俩挺好的，就是现在他们俩要一起打赢这场爱情保卫战。要打架了是吧？来，曲总啊，肯定双出的。我提醒男生啊，一定不能糊涂，因为如果你因为现在不易，开始拼命回忆以前那点美好，那你可就算了一笔糊涂账。哎呀，严老师。作为前夫前妻，边界感都太差了。我建议这段时间他真得做到远离前妻。以后等平息了家庭纷争，你再说这是孩子的妈，我们应该怎样去接触？好，双出。行，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没事儿，我回去还要和他好好说说的啊。我回去还要和他好好说说。其实不在于说，关键在你怎么做。我回去一定干，对吧？严老师刚才给你出主意，你听见了吗？听见了。至少在这个阶段，要断了跟前妻的联系。是。因为把孩子送过去的方式很多，最简单一件事儿教你。媳妇儿，你帮我把孩子送回去。孩子想姥姥了，想妈了，他送回去不也挺好吗？行，受教了，对不对？是不是？确实是。不行，让妈妈给送一下，奶奶给送一下，处理方式太多了，好吗？好的，加油吧！谢谢你，请回。谢谢。好了，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自从女儿出嫁，你就像变了一个人。曾经勤劳干净的你，现在懒惰邋遢；曾经温柔贤惠的你，现在暴躁易怒，花钱大手大脚。之前的你去哪儿了呢？没有人是永远完美的。之前我万般小心，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你工作忙，女儿还没长大，做贤内助是很累的，你知道吗？你的人生定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今天你要买车，明天又要换房，又要全方位的管控我，多少积蓄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你知道的，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为这个家的打算你看不到吗？多少打算，我要等多少时机。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很幸福，但有点平淡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于先生，58岁，来自吉林，职员；女嘉宾张女士，54岁，来自吉林，个体。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多少年？30多年了。30多年，从来没想过妻子会是这样的，是吧？对，没想到。你没想到她是这样，你是害怕了呢，还是？是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我没有感觉到我有什么变化呀，是他的感觉我变化。好，妻子还说没感觉呢，那您说说怎么感觉他变的？自从我们孩子结婚以后，这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咋不一样呢？现在家务活几乎是不干了，而且变得邋遢，不像以前那么利索啊。怎么会呢？你们就看我这样，我像邋遢人吗？我怎么就邋遢了呢？回家以后啊，就是经常就是衣服进屋以后随便就一扔，我就是家务他不干以后，我就捡起来，家务都是我干，收拾屋子，做饭都是我的事儿，他呢就回来以后就往那一扔，所以我还得给他收拾。人家孩子结婚了嘛，这一站到点了，歇歇也正常。您多干点有啥好抱怨的，是吧？你看看，对呗，我也是那么想的呀。你说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咱们家里边就咱们2个人，你就是使劲干，能有什么活？我收拾屋子也行，我多干点也可以，但是你不能造化屋子。我收拾干净了，他怎么霍霍？有时候隔三差五的往外捡东西，整什么捡垃圾，就是别人扔的东西他捡回来。怎么有可能？我记得有一次，你是不是捡一束花回来，我呢，第2天就把它扔出去了。什么花啊？盆栽还是什么呀？就是盆栽，第2天我就扔了。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又给捡回来了，放在鱼缸里。就让我非常生气。是我属实是捡的，但是那花它还活着呢，我就寻思，瞅着焦绿的，你说它也是一个小生命，我捡回来我也算是说的救它一命。那你说放你那鱼缸里，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没跟你打招呼吗？我说的，如果我明天我再捡个花盆，或者是我抄谁再要一个花盆，我明天我再拿回来个花盆，我不就把这个花栽里了吗？你这一宿你都容不了它吗？你把花扔到鱼缸里，你知道对鱼有什么影响吗？我是精心伺候鱼，没啥事，我还要养养鱼。懂了，除了捡花还捡什么呀？有时候搁外头不知道拿回来什么旧衣服，还是什么衣服，回来就开始，裁呀剪呐，绞的，把衣服整的，乱七八糟的，感觉是七扭八怪那种感觉，完了还让我试，让我穿。我是干啥的？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呢？不是，您是干啥的？我是做服装生意的。这上面写的个体，您是做服装生意的。对，我是个体做服装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我看服装啊，不管是看什么东西啊，我就总有我自己的思维。那怎么能是捡的衣服呢？那都是在咱家货品里边挑出来啊，有的就是带点小瑕疵了，有的带点什么什么就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不能说的糊弄顾客，就是不能销售的东西，我就寻思扔了也白瞎了。然后拿到家以后呢，有的我也不能穿，有的他也不能穿，然后我就搅吧，毁吧，那谁能穿谁就穿呗，那不也属于废物利用吗？等于重新剪裁。对，重新设计，用我自己的思维，我重新剪裁，重新去设计，然后重新去做这个东西。今天有这个有带这个来吗？带了。我们来看一看，来，谢谢啊。这是谁的呀？我跟你讲一下我的理念。这是给我剪的。好，您讲一下理念啊。对呀，我就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个大 T 恤，是我家姑爷子的一个大 T 恤，我就把这个领子都绞下去了，完了把这个袖子也绞下去了，完了做的不等式，然后底下夏天配一个大阔腿的那样式的大短裤，我认为很漂亮啊。对。但是这个服装真的不适合一个58岁的男人穿。我感觉这服装挺适合我。对，你28岁可以，58岁不行。人18，我18。我觉得也适合曲总，这是总是旧衣服了吧？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旧衣服。他所有的衬衫我都喜欢把他这个领子绞下去，我不喜欢他穿翻领的那样的衬衫。我感觉他的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穿立领的会比较时尚，然后我就把他所有的衬衫这个领子都绞下去。这件可以？不是这个不是。这件衣服我一看就是女士的衣服。这个不是他的，这个是我的。就其实吧，我的理念就是我希望说的有人能理解我，他都不理解我。这条裙子是我过年的时候新买的一套套裙，然后就是在那个走路的时候，就是做那个扶梯的时候，底下这块就绞了完了，我认为说的这一块是拼接的。对，我就认为就是扔了挺可惜的，然后我就把那个下边我就手工拼接了一块，拼接完了以后，我觉着说的不协调，完我上面又搭了一下。这是对称的。对，我觉得挺好看的。是挺好看。对呀，这都是好看的。
就是还有好多好多，我家里边我基本上我所有穿的衣服，我全都是重新，哪怕是新衣服，我也会处理一下我再穿，我不会和别人穿的一样。明白了，我是那个感觉。就是您是要追求美的，是吧？就是我追求设计，哎，在创作，哎，对，我是喜欢这样的。再者说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是我的喜欢。是有的时候我是弄完了以后，然后的话我让你试试。那我有的时候我只不过让你试试，你就是有时候你不也强迫我穿吗？要非得让我穿出去，我感觉我感觉穿不出去。所以这个所谓的捡回来的衣服重新的拼接，是在您家的货里面的瑕疵货重新改造的，对吧？对，并不是在垃圾堆里面捡来的衣服。不是垃圾堆里边。行，那这事儿没什么，这不就是不干家务了吗？人家开始一心一意醉心于创作和设计了吗？对吧？还有啥让您抱怨的？我这人喜欢静一点。就是平常要下班回来喜欢，做做饭、收拾屋子，然后有时间呢养养鱼，看看新闻、听听音乐之类的。哎，他呢就是好动，3天5天就得出去跟他逛街去，哎，一逛好几个小时。不是以前家里有孩子的时候不这样吗？哎，孩子搁家他不这样啊，就是孩子走以后，哎呀，就什么事都吊着我。孩子在家的时候，第一的话，咱们把所有的精力都得放到孩子身上。第二的话，那时候咱们还没做这个服装这个行业。你就是作为一个服装生意来讲，你就是偶尔的到季节了，到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得看看品呢？看看别人家都上什么货了？你这都得跟上这个形式的。那你说，那我要想出去转转，出去溜达溜达，我不找你，我找谁？听懂了，就是既是我们夫妻之间沟通的方式，同时又是我买卖上的需求，一举两得。你个老头还不陪我，是这意思吧？体谅体谅吧，孩子走了嘛，总得有一个人嘛，这人不就得是您吗？老伴儿吗？但是我也觉得很累，啊，这还这对累是一个主观的感受，还有什么事儿让您累？每个月就给我这点生活费，我天天上班工作，这点花销肯定得有。您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1000块钱。1000块钱生活费还不够，那你的面子得值多少钱呢？车加油、水费、电费，还有我抽烟的钱。不是，家里的水电费也算零花钱。对，都算我的。你说这1000块钱够吗？咋不够呢？我都算好了的，一点都不带差的。你算的只是咱们家里的一些正常开销，但是我搁外头肯定有社交啊，人家同事之间、同学之间肯定有来往。那你要有应酬怎么办啊？实在没法还得管他要呗。现在就达到这种，就是我们同学现在几乎都不找我。懂了，就是挺孤独的。对。你那个应酬都算什么应酬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如果说的真正有什么好朋友的话，咱们可以说可以聊。我就不赞成你外边那些酒肉的朋友，就什么样的朋友非得用喝酒的方式，用出去吃饭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呢？我不理解。我认为是无用的朋友就没必要就是花这份钱。外头是同事之间咱都不说了，咱说家里人，家里也是，我这还有个妹妹，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就想多帮助帮助她。没问题啊，做哥哥的呀。啊，做这个是应该做的。回来跟他商量，比如说我想给，妹妹换个电视，哎，回来一跟他说，他就特别反感，不同意。你咋能单独就说换电视的事儿呢？我这个当嫂子，我做的还不够吗？让那个。您说您还做了什么了？你评论真把我。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真的很生气。对，不生气，说事儿就行。你就说咱家老妹儿吧，是不是啊？就这些年，你说房子拆迁的时候、回迁的时候，从里到外，从装修，是不是都是我帮着张罗的？你又是地板，又是墙面啥的，所有订的那些东西，我要没要过1分1文？我问问你。没有。而且的话，今年过年回来，你跟我商量说的，老妹儿说家要换那什么啊？换就是墙上整的那玩意儿，那叫投影啊，是什么玩意儿啊？咱家还看着电视呢，他有条件他自己换，他没条件咱们换啥呀？我不是说的，你当哥的说的护着妹妹不可以，你知不知道？救急救不了穷，你知不知道？2口子，你说比咱俩岁数都小，你说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干，1年得找半年工作。你说这玩意儿咱们帮一时帮不了一世，那谁家都指甲过日子。
你是当哥哥的，是咱家爹妈没有了，但是你也不是他儿女，你也不是他父母的。你说一个当哥哥的人孝顺，人有父母也轮不到你。他就，你看这特别，人家当然委屈了，特别强，人家也花了钱了，人家让你用了钱了，人家没说不帮忙，人家说帮忙可以，但是不能供养。是不是？对，我就是那意思。把这个区别开来。行，我跟你说，主持人，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今天既然来到这块了，你真的你有这么多的怨言，我就把话打开了，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好的，您说。我从小我跟你说，咱家跟你过那苦日子，咱家那小房子那时候开始，是不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想有一个我自己的空间，我不想跟公公婆婆在一起，我就努力奋斗。咱俩那时候工资还少，起早贪黑的攒了那么点钱，你说说，然后我就投了一个楼。慢慢的就是这几年算是帮，孩子也上大学了，咱俩也算是轻手轻脚的，是不是？房贷也还完了，过点好日子。我哪一点我没为你着想？你说我这脑子里边没有你吗？你说歇恨车是不是？车是不是也给你买了？你是这车是给我买的吗？你这不都按照你的意愿去买的吗？说是给我买的啊，买的车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买一个红车，你说我怎么开？是不是这个车到家一直都是给你开？那不是给你买的，那怎么的呢？是现在是我开，但是你要知道，你路痴，而且现在倒车都不会。你说这车怎么开？就得我开。我不会练吗？这根本就不是借口，我不会练吗？他根本一丁点就这个消费理念和家里边就怎么开支，怎么个方法，我跟你说，他根本他没有我的思想和我的那些想法，对他就不理解我。您是创新的，您是进取型的，他是保守型的，是这意思吗？这买完车以后，这还要买个车库，这一步一步的从房子、车到车库，哎呦，这压力太大了。不是，这压力大什么？钱从哪儿来啊？我们家钱都是他掌握嘛，我就适合出外头打工挣钱。那您现在等于在打工吗？对，就是为了老婆的目标而奋斗是吧？是奋斗，但是我现在感觉特别累了，就是已经辛苦半辈子了。他的目标一直在远大。哎，我就感觉到现在已经是快60岁了嘛。我就感觉是现在应该歇一歇。不要那么太奋斗了，应该过咱们当下的，咱们有这个现有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过咱们的舒适生活，出去玩玩呗。对呗，你看看人家主持人都说出去玩玩呗，这不都是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吗？你看看人家没等我说呢，人主持人就知道了。就是我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咱们俩以后在养老在铺路，不想给孩子找负担。就是这个车库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家就楼座的底下，所有的车库全都装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想，就是因为我父母现在年岁大了，腿脚不好，就是走楼费劲。我家也是楼梯房，然后我就想到，我说的，如果等到我俩有一天，就是到老了的时候，真的要是上不动楼了，是不是啊？你能买个1楼吗？你有条件买个1楼吗？那是不可能。你看看，那是不可能的吧？但是咱们没有那个条件，但是我也买一个车库，像别人家一样，给它装成一个小一居室。等到咱俩老了，真要是说走不动的时候，是不是最起码咱们不给孩子找罗烂，咱们能有一个出进的一个屋，对不对？我不是那么想的吗？您主持人才刚才说了，说的你看看老年人美好的未来呀，全都是上这儿溜达，上这儿走。我没说，我只是说你们可以去旅行什么的。对，我就是这个想法。我的就是车库完了的目标，我也跟他商量了。我说的现有的条件下，咱俩能旅行吗？咱们还得是攒钱，你准备买车库。在买车库之后，才能攒钱再出去旅游。就是这几年以后，一直在我在压力当中生活，我就是一直在。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您现在觉得压力很大，对，因为妻子给未来规划了很多，对，离我刚才说那旅行那个，可能还得好多年之后呢。对。那你说现在我俩就是这个身体状况，我认为就是可能是也不是说可能是心态年轻，我认为还年轻，因为现在咱们俩根本现在还没到就是躺平需要养老的时候，就是在有限的就是能力之内，如果要是能奋斗几年，那为什么非得就是先想着养老呢？不，人家没说养老，就是我想放松一下，现在行不行？那要是放松一下的话，什么时候能出去旅行吧？这么问您。出去旅行，
那要是如果不备这个车库的话，年头会很近。倒是，但是我想买，还想买车库。哦，现在我明白什么意思了。闺女儿也养出来了，其实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欲望的话，家里的条件应该还算可以，就觉得没必要再那么狠拼了。对，老婆现在给的这些激励目标有点完不成，跟不上，觉得太累了。对，有点想造反的意思哈。那都不是。你是想造反还是想撂挑子吧？想撂挑子。哎，那可不能撂挑子，宁可让你造了反，也不能让你撂了挑子。听明白了吗，大姐？听明白了。太累了，你能不能让我松口气儿？你们能不要管我管那么严？哪怕零花钱多给点也行，是吧？啊，取法于上，得乎于中嘛。这行吗？估计也不行，是吧？您那个主意正得很。最后问一个问题，您觉得这几十年结婚，家里他管得怎么样？正确吗？正确。我感觉他的一些刚开始的一些计划方案呢，我都挺支持的，都是对的，是吧？对对。为什么现在要造反？既然都是对的，我就感觉就是现在已经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有点想躺平，对，力不从心。大姐说：“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是吧，大姐？”我还想的东西，就是我想的东西都特别美好。是。我想的东西都是说的，真正到养老的时候，一定比别的老人咱们要幸福，让别人羡慕，因为咱们没到躺下的时候。行，听明白了，就是一个想躺平了，一个说老公再坚持几年，未来躺的姿态会特别的优雅。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宏兄弟，我们是同龄人。确实，我们这个年纪，孩子成家立业了，女儿出嫁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任务完成了，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应该为自己活了。为自己活，我想有多种活法，可以有一些小目标，但要量力而行。尤其是这一些小目标，是应该老伴两个共同商量的结果。您在宏伟的目标，如果他不支持、不支撑，你们两个人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多，老年生活幸福不了。老年夫妻最重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谁征服谁，而是谁迁就谁。您丈夫当然应该迁就你一点，但您也要顾及他的感受。所以，我认为目标可以小一点。生活应该再增加一点快乐，尤其到了这个年龄，苦过来了，好不好？谢谢博宏兄，文老师。我觉得现在就是叔叔阿姨好像他们已经共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目标，然后感觉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阿姨要一直给这个叔叔不停地设置新的目标，否则好像生活就没有了以前那种稳定的节奏。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已经退休的年纪，我是觉得他已经奋斗了一生了，然后他为这个家庭，然后为他的事业已经奋斗了这么久，其实他是有权利去选择他退休之后过什么样的生活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体验，你不能剥夺他的人生体验的权利。您也是一样，他喜欢那个缝缝补补，喜欢设计，你就让他设计呗，那是他的爱好。还有一个，就像您想去社交一样，我觉得就是只要你退休了之后，你能让你开心，能让你快乐，能让你身心愉悦的社交，我觉得就不是无效社交。这个钱的事儿，我觉得阿姨您是可以多给叔叔一点零用钱，我弱弱的帮他争取一下啊。之前是给他800块钱，我都谈完以后又少了，我都多给他200了。你看，就是他今天诉求很简单，他其实很乖，也很听话，他很听您话的，很喜欢你，很爱你。你就看到他一份这么真诚的份上，咱们商量商量，再涨200，你看行不？行，搞定。谢谢，行了啊，谢谢，谢谢文老师啊，给大哥争取钱了。您先弄清楚，是生活费1200还是零花钱1200？他是生活费哎。那就再加200的零用钱，可以吗？就1400。还要加。那好吧，可以吗？可以呀。那可以吗？我觉得挺好的，挺好商量的。来，谢谢文老师，给我们涨了400块钱工资啊！来，徐总，涨400他肯定不满意，
因为老公现在是觉得呀，老婆变了。女儿一走之后，那个贤妻不在了。大姐，你过去这么多年为谁？为孩子。嗯，对。现在女儿终于出嫁了，你终于可以开始感受自己的感受了。对。你终于可以让自己的情绪自由了。因此呢，你开始这步子迈大了。可是老公啊，不适应了。这是你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差异。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自己的自由，让自己在生命当中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确，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头，都是为他人。现在终于可以想自己了。但是，当我们过度想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我们过于自私了，不太在意他的感受了。过去那么多年，他没有那么足够的在意你的感受。现在你是报复性的释放自己的感受，你忽略了他。压抑很久需要释放，但是我们也要循序渐进。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去和他去沟通、去交流。你管他的钱没用，如果他真的摆烂了，你又能怎样？你是不是过得会更不好？好好沟通一下吧。我们是需要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不能建立在别人的不开心的基础上，那我们就是什么？自私了。就这样。谢谢曲总，姚老师。现在你们都不知道核心的错误，你们的婚姻的核心的矛盾是什么？其实你看似今天说，哎，女儿出嫁了，然后我们现在生活出现了问题，不对。在整个婚姻过程中，先生说的直白一点，你是这个婚姻的附属品，你从来就没有在这位女士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的身份是孩子的父亲，所以当女儿出嫁了，那孩子的父亲的角色弱化了呀。那作为丈夫的角色，这个女士其实是不知该何去何从的。你没有习惯和她并肩作战，你没有习惯你的婚姻生活当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来和你共同前进，所以你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发现了问题，这个又是你们解决问题最好的时机。辛苦了半生，终于有时间家里就俩人了，对吧？每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们可以好好去享受一下彼此的时光。这是说好听啊，说难听，可以好好审视一下对方是不是自己最适合的终身伴侣。这是你们应该停下脚步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要太担心，你们等于重新再谈一次恋爱，重新再磨合一次，生活的篇章开始了下一个征程。好好的面对吧，希望你们能够共白头，能够彼此支撑，成为生活最好的伴侣。谢谢。谢谢严老师。哎呀，我说两句不该说的行吗？那我就说了啊。人生最恐怖的其实是贪婪。那么强势一个女人，怎么突然之间闺女儿走了之后变化就那么大呢？为啥呀？贪心又作祟了，又有了新的规划了，累不累？累不累？多累啊！这一辈子我都替您累的哈，我真是替您累的慌。按严老师那说法更可怕了，你们婚姻出了问题了，再心大点得换老公。我不能换。啊，对，那当然不能换了，换了还得了了？您乐了，这点基本的是有的。这是个宝，大姐心里清楚，这男人是什么样男人，她心里清楚。这边没什么问题，听来听去，我就玩命的鸡蛋里头挑骨头，我没挑出来啥，一辈子忠于婚姻。这我一听，这家里面还劳作，啥活都干，什么都听老婆的。老婆说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觉得她听话呀，对吧？一辈子没反抗过，让干啥干啥，勤勤恳恳，好像也没啥能说到她的。您还对她有什么要求吗？咱把车库这件事儿刨掉，您对她还有什么要求吗？我对他没有什么要求，不是我想来，是他要来的。对，我就说呀，那您对人家还有什么要求吗？他挺好的。哦，他挺好的，就是吗？对吧？那可不就是吗？人家今天为什么要求你？是因为你现在提出的要求他达不到啊，所以他要求你啊。你好好想想一会儿，到底给人多少钱，对吧？文老师说那数合不合适啊？不说1200吗？刚才可说的是1400啊。而且不是生活费，是零花钱哦。对呀。对，其实我是在给您台阶下，我给您支支招，我其实是在帮您呢，我不是帮他呢。啊，想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
老公，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的自私和我的做法能给你带来，咱们生活一辈子了，会给你带来痛苦。我跟你生活是为了幸福，是为了咱们2个人幸福，为了咱们这一个家人的幸福。我没想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可能是我忽略了对你的感受，对不起，老公。我还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真的感谢你，感谢你头半生对我的包容，对我的理解。现在让你说出了心里话，谢谢你。对你的付出我也理解。厉害呀，一个条件都没答应，3鞠躬就给打发了。哎呀，太厉害了！那接受了是吧？回吧，回吧，谢谢，谢谢，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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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这真厉害，要不然人家这个家能驾驭成那样的，是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 添加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真厉害啊！大姐确实是高手，一句话都没说。对，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不是，这就拿下，拿下了呀，双出肯定的。是的，是的，怎么干不出来？文老师有没有学到？我作为一个女性有没有学到？真的，啊，有学到，有学到。被震惊了吧？真的震惊了，我刚刚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对吧？人什么都没答应，就是啊。连那个1400都没了，啥都没了就抹掉了。哎呀，太厉害了，徐总，双出是肯定的。我希望大姐啊，就是咱就别退而不休了，休息休息，然后多把重点呢关注在老公身上，哎，日子会特别好。退不下去了。我倒希望先生这个今天录完节目之后，稍微有点主张，你硬气一点，你老公也是很在意你的，你得竖起男人的风范，对吧？该要钱就得给钱，不给钱我拿我的身份证去银行挂失我的卡，拿我的卡去取钱。不，你不能教坏啊！你不能教坏男人们啊！上次你教别人的，我学的。你不能教坏男人们。双出是吧？来看看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嘿，快去快去快去！哎呀，这厉害呀！我还得问一下啊，给多少钱零花钱呀？啊，回家说是吧？啊，回家说，我们这多厉害，这才叫高手。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哥这一辈子就愿意在大姐的手底下打工，累死，就说哎呀，交给老板稍微加点工资吧。老板说对不起，公司是我们的，我们共同奋斗吧。大哥说好吧，你看看，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来，请亮灯。这大姐拍着这个先生的这个小肩膀，满脸的幸福啊！谢谢两位，请回。谢谢，请回。祝你们幸福啊！其实人家就很幸福。请回，请回。大姐这一通操作，把现场的2个女导师全部震翻了。讲那么多理论，支了那么多招，不如人大姐这一席话，太厉害了。所以说撒娇女人最好命。所以向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